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 先生的菜地和蘑菇坊。今天我们来对这棵枣树进行春季修剪。这是一棵4年大的枣树。枣树的春季修剪，或者是在冬天进行，或者是在春天进行。在冬天，我们是选择在霜冻到来之前进行修剪，或者是春天在霜冻结束之后。那今天是2月25号，我们这边已经过了霜冻期，马上进入3月份，枣树开始萌芽了，所以修剪应该在过了霜冻期之后，枣树萌芽之前。那我为什么不选择冬季修剪呢？因为冬季修剪你剪了之后，马上进入严冬，特别是我们这里最近几年的冬季温度变化很大的，有时候会达零下10几度。假如说你剪口的伤口没有好好愈合的话，那在这种严冬的情况下，会造成这个枝条死亡的。所以我是 prefer 在春天来进行修剪。那枣树的春天这种修剪有2个目的，特别是对这种幼树有2个目的。一个是呢，减去今年可能不会结果，或者是妨碍结果的枝子。第2个目的呢，就是个枣树整形。那这是对于幼年枣树进行整形。所以我这个是4年生嘛，还算是挺内级对枣树来讲，所以我会跟它有整形的要求。那我们先来看看哪一些枝子是会妨碍结果，我们今年可能会不要它的。这一类的枝子，主要是表现在一个是内堂，一个是交叉枝。那什么是内堂呢？我们看这个，这是我们称为树冠就是枣树的地上部分，这是外围，这里面呢我们就是称为内堂，这里面这些枝子称为内堂。那这一般来说，内堂里面的枝子，它在上面的枝子的这个遮蔽下，它的光合作用不好，也会浪费能量，所以内堂里面的枝子会剪掉。还有呢，就是交叉枝。那我们下面来实际操作一下，看看大家跟着我这个镜头还有剪刀，我们来看看哪些枝子我会把它剪掉。比方说像这一个枝子，在这一个主干上面它是朝内的，去年它可能会结过果，但今年我就不要了，因为随着树的长大，这个每年剪的需求是不一样的。去年树还小，那这里可以结果，那今年我就不要它了，所以这个呢就从基部把它剪掉，这一个剪掉了。那还有像这个，刚才说一个是内堂枝，这个是交叉重叠枝，是吧？你看这里有好几个小枝子，好几个小枝子，那也可以剪掉一个去。这虽然不是太内堂，这是偏外，但是这有交叉的问题。还有像这个枝子，这个枝子是在主干上面，是在这个枣树的主干上面，它也是朝向，也是在内堂的，因为跟这边的枝子是有重叠的问题，所以把这个枝子也剪掉，都是从基部剪。当我们修剪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要说怕剪了之后浪费枣子的产量了。其实果树的修剪，适当的修剪是会提高产量的，而不是降低产量。因为你树就那么大，你不想让它结的太多，那像这个反正朝里面的这种枝子的都可以考虑剪掉。那还有就是像这个枝子，这个枝它跟我这个枝子这么下来，它跟我这边那个枝子是有交叉的现象，所以也把它剪掉。加上这种枝子有下垂的现象，下垂枝一般不是很好。那还有这个也很纤细，然后跟这个枝子在这里有重叠现象，所以这个也剪掉。另外就是
另外就是像这种很纤细的枝子就直接剪掉了，你都不用分析原因。这种很纤细的枝子。那还有像这个，这个枝子，这个是去年你看它长了一点点，它后来自己断掉了，所以那可以直接也把它剪掉，因为它也是在内塘的范畴。那看这里也是，这里一根枝子，这里一根枝子，那这个枝子呢，就是它的空间不是很大，所以也很小了，这个枝子也很小，所以也把它剪掉。那这里还有一个死的藻头，现在暂时不剪，待会我会用它来跟大家说明，我去年修剪的一个部位。还有就是像这个枝子，这算是主干上面的枝，但是呢，主干下面旁边这里有个扯伸枝，然后这个枝子过去跟扯伸枝有交叉。虽然这个枝子今天会结果，但是呢，因为它有交叉，所以我也把它剪掉。有网友在我视频里面留言问我说，他的枣树都4年了，还没有挂果，是不是他修剪错了？其实枣树不存在修剪错的问题，除非是你把它从基部剪掉。枣树修剪会刺激它长枝子，哪怕是当年的新枝，它都也会结枣子的。所以你只有剪得好和不好，应该不会说把枣子剪了之后不结果，所以我不认为是这种现象。那还有就是我这个像我这枣枝子啊，这枣枝子这就有个曲瘤的问题，这里两个哈，这一个和这一个，这两个都是很大的枝子，骨干性枝相当于，但是呢，我会剪掉一个。但是我考虑再就是从春季修剪的第二个目的了，就是培育树形的时候，因为我会把这个枝子把它短截，这种枝子我会把它大概从这里短截吧，我一会儿再来讲。那现在把这个不结果的枝子先剪完，像这种小毛枝，这种枝都把它剪掉。还有这种基部，这种基部，这个你看这地面很低。去年这里是，你看这是个早调，去年是结了果的，那今年因为树的长大，这个结果部位我就让它往上走，所以这个基部就剪掉了。那像这个枝子，离基部虽然不远，但是我考虑还是把它剪掉，因为它现在树比较大了，它还，你看我们拉开来看，这样子是。这个它跟整个树来比，所以这个枝子还算是在比较基部的，所以树长大了，这些基部的老枝子也可以考虑把它剪掉了。那包括这一个，那这一个呢也算是基部，但是它在那边的空间很大，明年应该剪掉，今年还暂时留它，明年肯定会剪掉的。所以这样子就是把这些纤细的枝子啊什么，那有的是早掉，它去年它应该自己掉了，它没掉，你就把它用手掰一掰，或者用剪刀剪一剪，就剪掉了。那还这里有个小枝子，也剪掉了。我看就差不多了。那还有这里，这个是比较奇怪的一个枝子。你看，这算是一个比较粗的分支，但是它尖上呢有2个小藻调，按道理这个是应该掉的。那这一个呢是严重下垂，我也把它剪掉。我希望说这个枣子我把这里就先不剪一刀就好了。希望它这个枣子今天能够再延伸。好了，这是就结果的
层面来考虑，这个枣树就剪得差不多了。下面就是从培育树形的考虑。结果还这里个枝子我想把它剪掉。这个，这一个你看，这个从这个地方出来，有好几个小枝子。那这是一个主枝上去的，这一个侧枝，这里一个侧枝，那这里还有一个枝子，这里还有一个，所以呢，这剪好几个去，把这个剪掉。那这一个呢，在这个主枝的下面，可以剪可以不剪，暂时留着吧，明年可能要剪掉了。再把这个也剪掉，这就差不多了。好，那下面来说说这个培育树形的问题。这是一个4年的枣树，枣树其实培育树形从第一年、第二年成活之后就开始。我们可以看，我这前面我也记不清楚是前年还是去年啊，但是我们看到，明显的这个剪口是应该能看得到的。我们看，这个是应该是前年吧？你看在这里有个剪口哈，我们拿近来看看。所以，我们换个角度，你看这里是有个剪口，前年在这里剪过一刀。剪了之后，本来这个枝子是这么发展是吧？你在这剪过之后，它就从剪口的下方发出一个，然后呢，1米的下方，然后在不远的地方又发了一个，所以这一刀就促使了2个比较大的主干出来，这是当时修剪的目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这里也有一个剪口，看到没有？在这里也有个剪口，这里剪了之后，本来也是期望说它能长2个枝子出来。结果呢，只长了1个半吧，所以这是在它剪口下面再继续往上，成为这个枣树的主干，但在它的下面呢也发生了一个，这个呢就没有长成没有长得太成型太漂亮，或者是没长得太大，不如这一个剪口剪的效果来得好，上面来了一个两个这个相当的2个主枝。所以这是前面剪的效果，还有就是在这里去年也剪过的，我刚才说我们把这个伤口还留着的，在这里去年也剪过了之后，又促使它长了几个分支，一个是这一个哈，那另外一个是它继续往上成为它的主干，然后在这个稍微往下2个节这个地方，发生了一个比较粗的侧枝。所以，这个树形的培育呢，主要就是希望它，向2边打开，充分利用空间。那今天呢，这是回顾一下前面剪的效果。那现在呢，我今天想剪的就是一个是这个枝子，看我们从枣树的整体上来看，那我这个枝子就是。我希望在这里剪了之后，它能把这个枝子继续往外围方向。你不剪的话呢，它就是继续这么斜着向上，也还可以了。这个假如什么都不剪，我这个枣树 overall 就现在来讲，这个角度树形还是可以的，基本上是2个很大的分支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相当于是2个半吧，这样的大的枝干，也还行。但是呢，我也是要求比较高一点，所以利用今年这个春天修剪呢，对2个侧枝再进行一次剪，进一步诱导它成为更好的树形。那我们现在换一个方位，就从树的这一面来看，这一枣枝子是我想今年把剪一刀，让它再发侧枝的。那从哪里剪也有个讲究，大家看这是。假如这是主干哈，主侧枝，那么这是分支，在这主侧干和分支之间，这个底下，你看这里有个隆起的部位，不知道看得清啊，这是一个隆起的部位，这就是你剪了之后新梢可能会发生的部位。那相反，我们从这上面来看，这里就没有，它的隆起部位在树的反面，在树的另外一面。还有呢，就是像这是指的这个枝子哈，假如我们来看它下面那个枝子。它的隆起部位在这里，
假如你在这里剪的话，那新发的梢就是朝里面走了，那我们就不要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在这里剪，让它新发的这个梢子呢是朝侧面朝外面的。那具体剪法呢，大家可能前面听我说过，枣树的剪法有一刀子堵，两刀子粗一刀子两刀子两剪子粗，一剪子堵的说法。意思就是你剪一剪子，你就把它堵住了，它不再发了。那剪两剪子呢，就促使它再发。那具体操作就是，从这里往向这一段都把它剪掉，就从这里剪一刀，大概是从这个分支的上面1.5厘米的地方，你来这里剪一刀。这是一剪子哈。再一剪子呢，就是把这个侧枝也是大概1厘米到1.5厘米的位置。也剪一刀，这就是像形成了这个两剪子了。两剪子就是就促使它往这边再长，从这边再长新的侧枝。这是今年我想需要的。那当我们把这个剪掉了之后，刚才我说这个枝子要不要剪的，你看现在它就空间就出来了，是吧？所以当这个侧枝往这边走，那这个呢就往上走，就不矛盾了。那我们下面来看看，对另外一个枝子也做一下处理。那这一个枝子呢，它的开角度，这个角度和主干呢，不是很大，所以也需要把它剪一下，让它促使它枝子往这边走，改变它的方向。那我们在这里找它适合的剪枝的位置。那这一个呢，隆起部位没有刚才那么明显，没有那么明显。但是呢，像这个枝子它因为它是朝这个方向长的，你就不管它以后是从这边发还是从这边发，它都不会往里面发，所以没关系，你就在这里剪就好了。所以我在这里剪一刀子。那再来一剪子，好了。那这个，顺便我要把这个小枝子剪掉。还有这点小毛枝，那就完成了这棵枣树的春季修剪。应该是早春吧。到了晚春，在枣树下面萌芽、长出很多枣头的时候。那个时候还有一次小的修剪，就是把不必要的枣头会把它剪掉。下面也顺便看看我另外一个枣树，这个枣树是我去年买的苗子，叫陕西李李枣。去年也有视频跟大家介绍怎么培育形状。你看这个去年买了之后我就修剪过了，在这里剪过一刀，然后促使了很多的这种侧枝的发生。去年也有视频讲过。那像这个有这个侧枝，有这个侧枝，有这还有这，所以这一剪刀剪出了大概有4、5条侧枝出来。然后特别是当这个侧枝出来，后来上面绑了个小棍棍，然后呢有用绳子往这个方向拉，往这个棍棍往这个桩上面拉，所以这个角度打开。那这个呢也是当时往这个方向拉，把这个角度打开。所以这个枣树的树形现在还行。今年我就不打算对它做很大的处理了，那只是说简单的把里面刚才不会做树形的培育考虑，因为它还行。只是把这里面这些没有必要的这些交叉枝把它剪一下。你看这内塘的很多这种内塘的这种枝子，把它剪掉一下，清理一下吧。去年这个上面已经结过果子了，哪怕是栽的第1年在我这里是第1年，其实它在苗圃里很可能已经有2、3年了。那像这个，你剪的话，尽量朝基部剪哈。那这个也是它的方向是朝这个侧枝的，
然后这个枝子以后会成为这个枣树的主枝。那差不多了，那还有这个要不要剪掉？这个是在朝下的，一个方向朝下的。今年它应该会挂果的。好了，这个枣树我们也把它修理了一下。我还是有点犹豫，要不要跟它也培一下树形。要做的话呢，就是把这个枝子，把它，因为这边一个枝子角度已经打得很开了。那这个枝子呢，我也可以再用拉枝的办法，今天继续拉，把它的角度给它改变。那还可以呢，就是也跟它在这里剪2刀子，让它在这里再发扯枝出来。那暂时不动它了吧，那就再拉枝吧，看看明年再看情况。好了，这是枣树的春季修剪，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。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欢迎留言，我们交流。最后提醒一下，就是我们把剪过的枝子都把它清理出来，带到扔到垃圾桶扔掉，因为这些老枝放在这里它容易生病。是一个好的，把它带出去是一个好的习惯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